香港，一个让人爱恨交织的城市，楼价贵得吓人，工作时数全球领先，人人肩上扛着沉重压力，许多市民挤在只有几平大小的汤房里，街头小吃又油又咸，看个病还要排长龙。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又累又贵的弹丸之地，居民平均寿命竟然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一，这不是天大的矛盾吗？长寿排行榜上，人们原以为冠军会是生活恬适的日本乡下，或者空气清新的北欧小城，没想到全球最长寿的招牌居然挂在高楼林立、生活节奏疯狂的香港。到底是什么魔力，让香港人在种种不利条件下逆风翻盘，活得比任何地方都久？这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首先，我们从日常生活说起。香港人的住和行看似极不利于健康，这里的居住环境以拥挤闻名，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约15平方米，全球最低。不少基层家庭被迫蜷缩在汤房，其可能只有5-6平方米，小到比监狱单人牢房还狭窄，而且十分闷热。很多汤房竟然连独立厕所或窗户都没有，长期住在这种环境，换作一般人恐怕苦不堪言。行方面，香港虽然交通发达，但马路寸土寸金，汽车密度高，空气品质差，街上常年弥漫废气雾霾，上班族每天挤地铁公交，人贴人汗贴汗，在人山人海中穿梭赶路，工时长，睡眠少，更是香港社畜的日常。加班文化盛行， OT 加班仿佛家常便饭，全球工作过劳城市排行榜中，香港屡屡名列前茅。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早已不是新闻，很多人顶着熊猫眼喝着奶茶提神继续赶稿。经年累月的疲劳轰炸，加上高生活成本带来的经济压力，年轻人的健康似乎在透支。照理说，在压力爆棚、睡眠匮乏的环境下，人怎么可能长命百岁？按常规剧本发展，香港人应该忙到英年早逝才对。然而现实恰恰相反，香港男性平均寿命超过82岁，女性更高达88岁，把长寿闻名的日本都踩在脚下。这难道是现代版的揠苗助长而不枯，反而茁壮的奇迹吗？面对这个悖论，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哪些因素在暗中保护着香港人的健康，抵消了拥挤与劳累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人猜想，是不是香港人特别会养生，亦或他们天生有长寿基因，还是香港隐藏着什么长生不老的泉水？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拆解香港长寿的秘密，抽丝剥茧，一一探讨。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自然是解开长寿之谜的重要线索之一。表面看来，香港的饮食习惯并不怎么健康，大排档的煎炸烧腊，茶餐厅的浓茶奶油多油多盐，可不是养生之道。然而深入了解后，我们发现香港饮食文化其实蕴含着均衡营养的奥义。香港有美食天堂之称，各国料理和本地菜式交融荟萃，在这里一天3餐，你可以吃到中式点心、日式刺身、欧式沙拉、印度咖喱，国际美食轮番上桌。别小看这种多元饮食的习惯，它让香港人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各种丰富的营养。例如，许多香港人酷爱海鲜，从街市的鲜鱼虾蟹到酒楼的清蒸石斑、白灼虾，海产几乎是餐桌上的常客。海鲜富含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鱼类的 Omega-3 脂肪酸对心血管有益，可以降低心脏病风险。相比每日大口吃红肉、起司的饮食，香港人偏爱海鱼蚝豚，有点类似地中海式的清淡风格。就算爱吃肉，也是把瘦肉切小块炒杂菜，和青菜豆腐一起下饭，均衡搭配，而非每人面前一大块牛排。传统的港式甜品也别具一格，没有美式甜点那样狂放的糖油，反而多用豆腐花、红豆沙、芝麻糊、杏仁茶这类豆类和坚果制成的甜汤，一甜一补之间，连解馋都能兼顾营养。更巧妙的是，香港人讲究一道菜多种食材，一家人分享的用餐形式，几道菜摆上桌，你夹一筷子鱼，我舀一勺豆腐，他夹一口青菜，大家彼此分享。这种分而食之的习惯，避免了某个人独自摄入过量的不健康食物，反而确保每人吃到多样而适量的菜色。比如说，
一餐饭里既有油润的叉烧，也有清炒时蔬、清蒸鱼和例汤，油腻与清淡自然达成了平衡。喝茶配饭更是广东传统，热茶有助解腻促消化。一顿港式茶餐厅的餐点下来，嘴巴虽尝了油香，胃里却有茶水在稀释油脂。久而久之，香港人的肠胃适应了这种饮食节奏，在大鱼大肉与清汤寡水之间找到了一个健康的中庸。不得不提香港人对豆制品的热爱。中国是豆腐的故乡，而香港作为中西交融之地，更是把各种豆类食品融入日常。从早上的一杯热腾腾豆浆，到菜单上的煎酿豆腐、腐竹炖汤，豆子提供了大量优质蛋白质和微量营养素。黄豆的蛋白质含量甚至比猪肉高出数倍，而且容易被人体吸收，还富含对心血管和骨骼有益的大豆异黄酮。老人家特别爱吃豆腐，喝豆奶，因为他们懂得豆制品能补钙养骨、强筋健肌，配合上文提到的海鱼海虾所含的优质蛋白，香港老一辈在日常饮食中其实摄入了充足且多样的蛋白质，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说到老人家的饮食，不得不提香港独特的少食多餐风气。由于城市人口密集，店铺林立，无论早午晚甚至半夜，街头巷尾总有茶餐厅和快餐店营业。退休的长者们往往养成一种习惯，不在家做饭，在外面从早茶、午餐、下午茶一路吃到晚饭。下午2、3点的茶餐厅里，坐着一群精神矍铄的老伯伯、老太太，点一克咖啡奶茶，几片多士，边休息边聊天。这种把一天食量分成多次摄取的模式，恰巧符合养生原则。研究显示，假如一个人一天需要90克蛋白质，分3餐平均摄取，比起晚餐一次过猛吃效果更好，尤其有助老年人维持肌肉量。香港的老年族群正是如此，养生而不自知。街角的快餐店为他们提供了经济实惠又便利的用餐去处，长辈们3、5成群少量多餐，既避免了饥一顿饱一顿对身体的冲击，又在社交互动中保持了心情愉快。别看汤房里转身都难，老人家们大多不愿闷在那小房间里，他们宁可出门行街食野，反而提升了生活品质。综合来看，香港人的饮食密码在于多样平衡，虽然吃了不少油炸和肉类，但同时也摄入大量海鲜、蔬菜和豆类来中和。虽然爱下馆子，但各国美食百花齐放反而丰富了营养。虽然吃得勤，但每餐适量反而有利代谢。不偏食，不挑食，善用各种食材潜在的健康价值，这或许正是香港成为长寿之都的一大关键因素。当然，值得警惕的是，近年西式快餐和加工食品的流行正悄然改变年轻一代的饮食。高热量的汉堡、薯条、甜饮料让儿童肥胖率上升，纤维摄取不足导致大肠癌成为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不过政府也开始行动，例如推出大肠癌筛查计划，希望及早预防这些文明病对港人长寿的威胁。总的说来，传统饮食的优势还在撑着香港的平均寿命，而未来能否继续领先，年轻一代的饮食习惯将是关键变量。除了吃，动也是长寿公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在健身房挥汗如雨或慢跑10公里，对忙碌的香港人来说不太现实。然而巧的是，香港特殊的都市环境让居民在不知不觉间就运动量爆表。想象一下，一位典型的香港上班族从早到晚的日常，早晨走几百米路到巴士站，车站没有座位，只好站着等车，然后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全程站立摇晃，保持平衡。下车后为赶时间，在行人天桥上快步如飞，上上下下无数层楼梯换乘。中午外出买饭，又要穿过几条街巷，晚上下班再一路小跑去赶末班车，回家时气喘吁吁爬上自家公寓的楼梯。如果住在没有电梯的旧式唐楼，更是一日数次徒步爬5层楼。如此周而复始，日行万步，对香港人而言并非难事。事实上，斯坦福大学曾针对全球数百城市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居民平均每天行走约6880步，比全球平均值高出一大截，名列世界第一。换句话说，香港可能不是爱跑马拉松的城市，
但却是名副其实的行走之都。林立的高楼把城市压缩成一个个紧凑的街区，地铁站、巴士站和商场、办公室紧密相连，许多地点走路就能到。加上公共交通便利，市民习惯步行或乘车，而非开私家车，走路成了每天的必要活动量。这种碎片化的运动看似平凡，但长年累月累积下来，对心肺功能和肌肉骨骼都是极好的锻炼。难怪有医生打趣说，香港的道路坡度和没有椅子的月台意外成了全民健身房。除了日常步行，香港人尤其是长者还有早起运动的传统。每天清晨，公园和海滨长廊随处可见打太极拳、练气功的身影。他们动作舒缓却全身运转，配合呼吸吐纳，既锻炼肌肉关节又舒缓心神。也有一群大妈喜欢在广场随音乐起舞，所谓广场舞在香港也并不罕见。别小看这些柔和的传统运动，对于提高平衡力、预防骨质疏松、稳定血压都有裨益。更重要的是，结伴而行的运动让长者们每天都有了社交和户外活动，避免了独居一室的沉闷。有研究指出，老年人保持规律的社交和户外活动，可以显著降低抑郁风险，增强免疫功能。香港的老人家们恰好透过晨练和街坊邻里互动，获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保养。香港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户外环境来鼓励人们动起来。别看市中心楼高壁立，实则全港40%土地是郊野公园和绿地山林。许多香港人周末爱好行山远足，坐几站巴士就能到郊外，沿着麦理浩径或龙脊之类的山道畅快淋漓地走上一整天。山林间空气清新，满眼翠绿，人在大自然中流汗，压力也跟着一滴滴挥发掉。远足不仅锻炼心肺耐力，还能疏解平时时时被手机电脑绑架的紧绷神经。对很多港人来说，郊游甚至是一种精神疗愈。当一个城市里的居民有机会频繁接触大自然，那么对于提升整体健康水平无疑是大有注意的。归结起来，香港人的运动模式虽然没有刻意的强度训练，但贵在持之以恒，融入生活。每天的劳动与交通过程中已经融入大量身体活动，周末假日又有远足、郊游、打球、游泳等多种选择。身处这样步步为营的环境，想完全当个久坐不起的懒人也难。长此以往，香港人的心肺功能、体态、体重都保持在较佳状态，就算工作压力再大，身体底子打好了，也比较扛得住挑战。而相较之下，一些富裕国家的居民虽然物质条件优渥，却因开车多、运动少，试吃高热量食物，反而肥胖高血压盛行，平均寿命还被港人超越。这也算是健康领域中的一种冷知识了。谈到长寿，医疗条件当然不可忽视。在香港，看病难是许多人的切身之痛，公立医院人满为患，普通门诊动辄排队一整个早上，专科门诊的新症预约甚至可能等上1年半载。有人开玩笑说，在香港看病需要2样法宝，一是电子叫号机显示屏的耐心凝视，二是候诊椅上一屁股坐穿的功夫。的确，由于人口老化与医生人手不足，公立医院的轮候时间越来越长。一些非紧急的检查，例如磁力共振 MRI， 可能要等上2-3年。某些公立专科门诊甚至传出排期等候超过2年的消息。这意味着不少小毛病在漫长等待中可能变成大问题。难怪坊间调侃，在香港生病比病魔更折磨人的是等候的时间。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香港拥有全亚洲乃至全球都数1数2的优秀医疗体系。虽然非急症要等，但真有危及生命的重病急症，香港的医护人员和设备实力不容小觑。公立医院急症室实行严格的分流制度，危重病人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抢救治疗。香港的救护车和医院急救反应迅速，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布局了多所现代化医院，任何地区发生意外，都能在黄金10分钟内把病人送达抢救。此外，香港引以为傲的是其公营医疗的低门槛和高覆盖，本地市民看急诊只需缴纳象征性费用，住院1天几百港元封顶，重大手术治疗基本都在经济可承受范围内。换句话说，在香港，
不会有人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被拒之门外。这种相对公平的医疗保障，使得贫富之别在基本健康问题上没有天壤之别。无论富翁或清洁工，中风心梗时都能进同样的急症室，由经验丰富的医生抢救，用上同样先进的设备药物，结果就是很多本来可能夺命的急症在香港得到妥善医治，将死亡风险降到最低。香港的公共卫生成就同样不可小觑。从婴儿死亡率这一关键指标看，香港常年保持全球最低之一。一个地方的新生儿存活率高，说明孕产妇保健、婴幼儿照护相当出色，这会大大拉高平均寿命的起点。香港的产科服务和儿科保健系统完善，几乎所有婴儿都在设备先进的医院诞生，并接受免疫接种。早年致命的儿童传染病如白喉、小儿麻痹等几乎绝迹。此外，香港的自来水安全清洁，城市卫生基建良好，自50年代以来就基本消除了霍乱、伤寒等水传疾病。可以说，在生命最脆弱的阶段，香港社会给予了极佳的保护，因此港人平均寿命一开始就赢在起跑线上。再看成年人的疾病防控，香港政府在防治传染病和推广健康方面经验丰富。从 SARS 到新冠，虽有震荡，但总能迅速调整策略，把伤害减到最低。除了传染病，香港政府和医疗机构也积极面对各种慢性疾病，例如刚提到的大肠癌筛查计划，鼓励50岁以上市民定期做粪便检测和内窥镜检查，及早发现肿瘤苗头。又比如免费为长者接种流感疫苗，宣传3高的预防知识等等。香港多次大规模的戒烟运动更是成果斐然。这些公共卫生举措虽然不如紧急抢救那样戏剧性，但却在潜移默化中降低了全体港人的死亡率。长久下来，养成定期身体检查、感冒戴口罩、注重卫生等良好习惯，整个城市的健康水平水涨船高，平均寿命也跟着节节攀升。当然，香港医疗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人才短缺与人口老化的双重夹击让医护压力山大。长远来看，如何增加医生供给，减少病人轮候时间，是保持长寿优势的一大挑战。目前特区政府正着手增加地区医疗中心，引进外地医生，以及推广家庭医生制度，希望强化基层医疗，未病先防，减轻公立医院的压力。如果这些改革能奏效，未来香港人或许不仅命长，还能活得更健康、更有尊严。香港的长寿之谜，除了生理层面，也隐藏在心理与社会因素之中。正如开头所言，香港是一座压力锅般的城市，竞争激烈的学校和职场，居高不下的房价，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无不压得人喘不过气。高压下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可忽视，例如抑郁和焦虑困扰着不少上班族和学生。特别令人心痛的是，长者自杀率在香港一直偏高，生活孤独、经济拮据是背后主因。然而，矛盾的是，即便生活压力沉重，香港老人平均仍是长命100岁。这其中，也许正说明了香港社会在心理和社会支持方面存在一些抵消压力的正面力量。首先，香港传统华人社会强调家庭和晚辈奉养，许多香港长者与子女同住3代同堂，或即使不住一起，也每天联系，周末聚餐。这种家庭纽带让老年人感到有所依靠，不至于晚景凄凉。即使子女工作繁忙，香港还有超过数十万名外籍家庭佣工，其中不少是受聘专门照顾老人家的起居。很多爷爷奶奶在家有贴身佣人照料，饮食起居有人陪伴，再加上政府提供的社区老人中心日间护理服务，他们较少陷入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有人说，香港的长者是全世界最爱出门闲逛的一群人，骑着早上提着雀笼去公园钓鸟笼，下午泡在茶餐厅看报纸聊天，黄昏到滨海长廊吹风。这背后其实反映出香港长者很少，足不出户。相反，他们深度参与社区生活，社区里的麻将馆常年高朋满座，那是老人们锻炼脑力、联络感情的快乐天地。不少教会、社区中心开办长者兴趣班，从乐曲班到书法班，让银发族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这些社会参与不但丰富了老年生活，也延缓了认知退化，增强了心理韧性。再者，
香港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治安良好，街头暴力极低，犯罪率在全球大都市中属于极低之列。这意味着年长者可以放心地外出活动，而不用过度担忧人身安全。国际调查曾把香港评为全球第8安全的城市，治安稳定让市民尤其是老年人免除了许多恐惧和风险。要知道，在一些地方，高凶杀率和毒品泛滥直接拉低了平均寿命，而香港几乎没有这些非自然减寿的负担，每个人都更有机会活到垂暮之年。加上香港的交通秩序较好，大部分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致命交通意外发生率也偏低。这些减少减寿因素的社会条件，同样是香港长寿榜首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还有抽烟和饮酒等生活习惯。香港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谓全球模范。多年前，香港还是烟雾缭绕的社会，男人抽烟颇为常见。但自从政府强力推行控烟政策，情况出现了戏剧性逆转。如今香港的吸烟率首度跌破1成，也就是说10个成年人里仅有1个是烟民，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属极低水平。当局透过高额烟草税、全面禁止烟草广告、法律规管、室内和公共场所禁烟等多管齐下，把烟不离手变成了过去式。走在香港街头，很难再看到有人叼着烟卷漫步。长期大量吸烟是诱发肺癌、心血管病、慢阻肺等致命疾病的头号杀手。香港成功让绝大多数人远离了这个风险，无疑直接延长了平均寿命的长度。有统计指出，相较其他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香港男女因抽烟导致的死亡，包括肺癌、心脏病、中风等，少了许多。这一项就能让香港人平均寿命比别人多活将近1年。可以说，控烟是香港长寿秘方中的最重要配方之一。至于酗酒和毒品，香港社会的情况也相对较好。中式传统文化下，香港人聚会偏爱饮茶吃饭，烈酒痛饮的风气没那么盛行。适量饮酒对健康无碍，而大规模酒精中毒肝硬化案例在香港并不多见。毒品问题方面，虽然年轻一代中不乏陷入毒海者，但总体而言，吸毒人口占比不高，且多由戒毒机构跟进治疗。远离烟毒酒意味着远离因这些恶习引发的猝死与重病，香港人在这方面再一次占到了便宜。当然，压力巨大的都市生活难免造成一些无形伤害，例如香港高龄人口中仍有相当比例受抑郁、焦虑之苦，经济困难的独居老人尤其脆弱，长命百岁如果晚景凄凉，也就失去意义。所幸这几年社会开始更重视长者心理健康，社工和志愿者入社区关怀独老，推行长者友善社区计划，增设老年津贴和医疗券，减轻经济负担等等。如何让长者活得长也活得好，是香港未来面对的重要课题。换个角度说，平均寿命世界第一不代表全民健康满分，而更长的寿命其实对医疗体系和社会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香港需要继续在心理辅导、养老服务上加码，才能撑起长寿桂冠背后沉甸甸的责任。深入分析香港长寿的成因，有一张隐藏在历史里的王牌不能忽视，那就是特殊年代的磨练与移民世代的自选。今天香港的长者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经历过战乱与贫困的洗礼，在那个动荡年代幸存下来并辗转来到香港的人，可谓百里挑一的强者。许多爷爷奶奶年轻时历经日本侵华战争、国共内战，甚至大陆的大饥荒，他们凭借过人的适应力和体魄，逃过一劫又一劫，最终在50-60年代背井离乡南下香港谋生。这批移民创造了香港战后的经济奇迹，同时也塑造了香港的人口结构。如今70岁以上的香港老人有超过70%是年轻时从内地移居而来，他们是当年千万逃港大军中活下来并成功扎根的一群，自然带有某种筛选出的健康与韧性。从生物学角度看，能够活过战乱饥荒的人，基因和体质往往更加出众。他们或许天生对疾病更具抵抗力，或者早年吃过苦，使身体机能更加坚强。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颗奋斗进取的心。试想，一个人在年轻时敢于抛下一切投身未知的他乡，说明他对生活充满希望和动力。
这种积极心态可能伴随他一生，使他在晚年依然保持心理上的坚韧和目的感。而科学研究表明，乐观开朗、心态积极的人，其免疫功能和寿命往往更佳。香港的长者多半就属于这样的一代人，年轻时敢拼，老了也不服老。他们有的退休后依然参与义工服务，有的照顾第三代孙辈，还有的干脆继续打点零工，余暇时间做做看，更守守茶楼。一颗老骥伏枥，宝刀未老的心，支撑着他们在高龄段依然活跃于社会，也就难怪身体机能保持得不错。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土生土长的新一代香港人，出生就在现代化都市，未曾经历过温饱忧虑。这一代人少年得志，但精神压力巨大，在温室中长大，未必像父辈那样皮实耐磨。有人担忧，这会不会导致香港的长寿神话在未来出现转折？当老一辈饱经风霜的强者群体凋零后，接棒的是被高楼围困、为前程奔波的一代都市婴儿，他们能否接续长寿冠军的宝座，这还有待时间检验。但目前的数据显示，似乎尚未显示出长寿断层。香港中年人和年轻成年人的健康状况仍属全球佼佼者。15岁青年在60岁前死亡的概率是世界最低之一。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经历过战乱磨难，香港后辈在和平富足环境下成长，他们的成人死亡率依然很低，可能要归功于前文提到的那些饮食、运动和公共卫生因素。或许香港的长寿优势并不只是老一辈的余晖，而是各代人共同享有的福祉。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现在的高压生活和不健康习惯积累的影响，可能要到港人更晚年时才显现出来。例如肥胖、糖尿病等问题在年轻时代不致命，但等他们60、70岁时可能引发心血管意外。精神压力长期得不到舒缓，可能导致日后认知障碍等老年疾病高发。所以，香港未来的长寿榜首地位绝非高枕无忧，需要未雨绸缪地改善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就好比马拉松跑到下半程才见真章，香港能连续数年称霸全球长寿，也需要看接下来能否持续领跑。总的来说，香港之所以能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地区，靠的是多重因素合力。饮食方面，传统和现代交融出的均衡营养功不可没。生活节奏虽快，但潜藏高活动量使市民体魄健旺，医疗保健发达普及，让小病不治拖成大灾。社会安全和家人陪伴为长者的晚年筑起心理屏障。更别忘了全世界最彻底的控烟措施，铲除了许多早亡隐患。这些零散因素单拎出来看也许不起眼，却在香港这个独特的熔炉中巧妙组合，迸发出1+1大于2的奇效，硬是抵消了拥挤污染、高压快节奏带来的寿命扣分。香港长寿现象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它证明了长寿并非田园生活的专利，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一样可以创造养生奇迹。关键在于营造一个让人愿意动起来、吃得健康、得到照顾、远离恶习的环境。香港用事实告诉世界，即便房子小，只要社区生活够丰富，老人也能精神抖擞。就算工时长，只要饮食均衡，抓紧零碎时间活动，身体依然保持不错。纵然压力大，只要家庭与社会支撑有力，内心仍能保持平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高房价和长工时是好的，相反，香港也因此付出了年轻人晚婚不育、幸福感下降等代价。我们强调的是，即使现实有缺陷，人们仍可通过其他途径来缓冲负面影响，甚至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成果。对全世界来说，香港的经验是一面镜子，长寿不是单靠经济富裕或医疗砸钱就能买到的。香港并非全世界最富的地方，医疗开支占 GDP 的比例也不算高，却凭借良好的公共政策和市民习惯取得了长寿佳绩。例如，控烟措施就是一个简单却高效的策略。建设安全的社区、便利的交通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一座城市若能做到让老人不怕出门，让年轻人多走几步路，让大家吃饭时有菜有鱼有豆腐，让每个人养成少抽烟多喝茶的习惯，那么不论贫富贵贱，都有机会大幅提升国民的平均寿命。
然而，长寿冠军的宝座并非高枕无忧。近年，日本、新加坡等地紧追其后。新冠疫情期间，香港的平均寿命甚至一度有所回落。未来香港要保持优势，还得应对新的挑战，比如缩短医疗轮候时间、改善居住环境、减轻年轻世代的生活压力，以及持续关注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健康的威胁。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当，香港的长寿神话可能会被改写。但无论如何，当下的香港已经用事实向世人证明了一点：生命的韧性远超我们想象。一颗小小的种子，即使扎根于石缝中，旁边汽车呼啸，上方楼宇遮天，也能汲取阳光雨露，顽强的生长。香港人就像那石缝里的树苗，在高压的夹缝中长成苍翠大树。当我们感叹香港奇迹的时候，也是在赞美人类自身所具备的惊人韧性。或许长寿的秘密并不神秘，它藏在每个日出的公园、每碗热汤、每一步脚印和每一次与家人的欢声笑语中。香港只是恰好将这些平凡的点滴汇聚成了非凡的寿命奇迹。最后，我们不妨以一个有趣的角度作结。香港的故事告诉我们，快节奏未必缩短生命，慢生活也不一定更长寿。关键在于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平衡。当我们学会在繁忙中保持健康的饮食，在压力中坚持锻炼，在孤独中寻找连接，在不良习惯中懂得节制，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生命的黑客，偷偷修改那衰老的时钟。香港已经率先示范了一次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高楼与人潮的夹缝里创造长寿传奇。未来的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借鉴，为全人类谱写更多寿比南山的精彩篇章。祝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拥有健康长久的人生，正如香港这座城市所展现的那样。